不自驾玩转冲绳。今天我们用步行的方式游览那霸市区，去福州园了解中国文化最早如何影响琉球王国，在海上高架桥找到悬崖上的神社坡上宫最美的角度，发现不用离开市区就能畅游碧蓝大海，甚至还可以在这里浮潜。中午去博港码头附近的海鲜居酒屋，吃到了价格低廉、品质却一点都不打折扣的寿司。最后再逛一逛那霸最热闹的国际通。在那霸的市中心有一座中式园林福州园，很多中国外建设的中式园林看起来不伦不类，但福州园建的却相当地道。为何冲绳会有这样一座建筑？这就要从冲绳与中国的交往说起。冲绳古称琉球，中国的明清两朝时，琉球是中国的附属国，向中国进贡。为了方便贡使往来，另一方面也为了防备倭寇，明洪武帝派遣福建州公36姓赴琉球定居，这些移民被称为闽人36姓。闽人36姓到达琉球后，在那霸港附近9米一带的福岛上建立了一个自己独立的村落，这个村落俗称9米村。欢迎大家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闽人36姓多为航海家、学者或其他拥有一技之长的人，他们的后裔世代负责航海、造船、外交文书的编写、翻译、对华贸易等事务，因此在琉球社会中地位较高。从闽人36姓迁居琉球到琉球被日本兼并的500年期间，闽人36姓的后裔多出任琉球王府的外交官、琉球进贡使团的高官。1879年，琉球被日本灭掉，改为冲绳县。清朝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，许多支持清朝的9米人选择流亡清朝，而其余的人则逐渐融入琉球人之中，从事渔业、农耕等行业。从此以后，9米村便开始走向衰落。闽人36姓在琉球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而福州曾经是琉球国向中国进贡时的唯一贸易港口。1991年，为纪念那霸和中国福州市缔结友好城市10周年，在昔日的琉球国9米村遗址上建设了这座福州园。福州园从设计到施工都是那霸方面聘请福州人完成的，使用的材料也完全来自福州。园里还有一块太湖石，太湖石产于苏州附近的太湖，多窟窿和褶皱，一般是用来装饰园林庭院和建造假山。许多苏州园林中的太湖石都造价不菲。麒麟、龙、乌龟、凤凰是中国的4灵，都是祥瑞的标志。到了日本，入乡随俗，把龙换成了仙鹤。园林将福州有代表性的建筑融入其中，这2座是福州的乌塔和白塔。这棵树有点小，可能是福州市长刚访问不久。
院内建造了3座假山，代表了福州的虞山、巫山和平山。园内的水系则代表了福建最大的河流——福州的母亲河岷江。湖中间甚至还有一个杭州西湖3潭印月的石塔。福州园不大，逛一圈不用1个小时，但还是非常值得一游。在福州园不远的是冲绳的孔庙。17世纪，九米人建立的明伦堂是琉球最早的公立学校，提高了九米村人的教育程度，为琉球国的儒学教育奠定了基础。近几年，重新修建了现在这座九米至圣庙。从福州园往波上宫的路上，会经过对马丸纪念馆。2战时，日本政府用对马丸号民船将冲绳民众疏散到本州时，船只被美军鱼雷击中，最终造成包括800名儿童在内，共计1500多人丧生的悲剧。再往前走不久，就到了那霸市内唯一的人工沙滩，也是唯一一座海水浴场——波之上海滩。海滩不大，但海水清澈。海面上有围网，限定游客只能在固定区域游泳。也有海上运动可以参加，但是比起东南亚的香蕉船的刺激，感觉这里的要温和很多。海滩边上有很多餐车，烧烤的香气弥漫空气中。紧邻波之上海滩，建在悬崖之上的就是琉球第一神社波上宫。在这里能眺望那霸港的来往船只和海景。从琉球王国时期开始，波上宫就位居八社之首，被尊奉为琉球总镇守。2战时期，八社几乎全毁，波上宫只留下鸟居，神社全部付之一炬。战后历时数十年才完成重建，如今是冲绳人气最旺的神社。
波上宫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红瓦建筑与大殿两侧的冲绳狮子。红瓦建筑是古代琉球王国时期流传至今的传统建筑。狮子据说是明朝时期的闽人迁徙至冲绳时带入的，在冲绳随处可见。传说很久以前，有个人在海边捡到一颗会发光、会讲话的石头，于是他向石头许愿，此后的日子渔获丰收，不愁吃穿。当诸神知道有这么一颗神奇的石头时，便心生抢夺之意。这个人便带着石头逃到了波上山，以熊野大神的名义建立起了神社，以求庇护。这个神社就是波上宫。观看神社最佳的角度，实际并不在神社内，而是绕过海滩，在神社对面的高架桥上。从地图上这个位置就可以上桥。桥上可以俯瞰波之上海滩，波上山就像一块大石头伸向海边。逛饿了，在网上找到了这家人气爆棚的海鲜居酒屋。武士限定的20罐寿司，只要1680日元。带炸猪排的这样一份寿司套餐，也只要1780日元。渔场直供的海鲜品质肯定没有问题，但没想到的是，猪排也意外的好吃。